我被丧尸活活掏空内脏的时候，唯一的逃生通道被隔壁张婶私自加装的防盗铁门和他堆积如山的废纸箱堵得严严实实。为了让他那个体重200斤的巨婴儿子踩着我的肩膀爬过杂物堆，他狠狠一脚将我踹进了尸群，尖叫着说：“我这种不婚不育的女人命贱，正好给在这个关键时刻给他们老张家做个人肉路障。”剧痛钻心，我含恨咽气。再次睁眼，却看到业主群里，他正在疯狂辱骂我门口的鞋柜占了他堆废品的风水宝地，还要联合物业锯断我的门把手。他说我家门口那个只有20厘米宽的超薄鞋柜挡了他家的财路，甚至坏了他家的风水。哪怕他家门口堆着3个巨大的臭咸菜缸，挂满了滴着尸油般黑水的腊肉，把走廊堵得只能侧身过。他用几10个红绿配色的老年表情包刷屏，将我塑造成一个自私自利、侵占公摊的恶毒女人。我全程保持着诡异的沉默，像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在所有人眼里，我是怕了这泼妇，我是故意的。我在等丧尸末日降临，审判所有罪恶。这3天，我当着张婶的面把一箱箱印着高级牛肉罐头的纸箱搬进屋，张婶看的眼睛都直了，阴阳怪气。哟，小苏啊，你这不过日子啦，买这么多吃的。她索性伸出一只脚挡住我的门缝，挤出贪婪的笑。是不是得拿2箱罐头补偿一下我们精神损失？我停下动作，看着她那双浑浊且贪婪的眼睛。想要？行啊，等过2天我亲自送给你。儿子，听见没？这小蹄子答应给咱们送吃的了。每天深夜，我都会通过阳台的吊索，将物资悄悄转移到楼下的货车上，只留下堆满泡沫填充物的空纸箱，整整齐齐地码在客厅里。这是一座我为他们精心搭建的空城计，秘密打造了一座固若金汤的末日堡垒。我要让他们在末日来临时，死死守着我这间粮仓，哪儿也不去，直到饿得发疯，拼死砸开门，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堆废纸似的绝望。5月31日下午2点，张婶带着物业王经理，拿着撬棍，气势汹汹地上门了。苏雪，赶紧开门！有人举报你家里囤积易燃易爆物品。张婶的声音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就在这时，刺耳的防空警报声撕裂了城市的上空，全球疾控中心的红色弹窗在每个人的手机上炸开。楼道里传来第一声惨叫时，张婶手里的撬棍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屁滚尿流地拽着她儿子逃回了自己家，用那堆破烂死死抵住了大门。我从3楼翻身跃下，钻进了早就停在隐蔽处的越野车，一脚油门轰到底。路上到处是追尾的车辆和奔逃的人群，但我早已规划好了路线，避开主干道，像一条滑腻的鱿鱼穿梭在混乱的城市边缘。厚重的合金闸门在我身后轰然关闭。成交工业园，我的堡垒。我把背包往真皮沙发上一扔，从恒温酒柜里拿出一瓶冰镇可乐，呲的一声拉开拉环，一口气灌下去半瓶，带走了所有的燥热与紧张。我慢条斯理地煎了一块 M9 和牛，撒上黑胡椒，然后打开了那面占据了整面墙的监控显示屏，屏幕亮起，画面正对着我那间刚刚逃离的凶宅门口。此时的小区群里已经炸锅了，有人在求救，有人在哭嚎，还有人在发丧尸吃人的血腥视频。张婶一家正缩在满是咸菜缸的屋里瑟瑟发抖，张伟正抱着一袋干脆面狼吞虎咽，张婶则在一旁吞口水。我看了一眼桌上滋滋冒油的牛排，掏出手机找好角度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牛排鲜嫩多汁，旁边配着高脚杯和窗外混乱的夜色，文案我只配了2个字：安逸。这张照片就像一颗深水炸弹，瞬间在那个充满绝望气息的业主群里炸开了花。艾图苏雪，你还有心情吃牛排？我们都要饿死了。反应最激烈的果然是张婶，她几乎是秒回，一连串长达60秒的语音方阵轰炸了屏幕。我点开一条，那尖锐的嗓音便刺破了安静的空气。苏雪，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儿子都饿得吃干脆面，你竟然在吃牛排！看着监控里张婶那张因为嫉妒而扭曲的脸，我切下一块牛肉放进嘴里，在群里回了一句：想吃啊，我在家呢，有本事你来拿。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张婶。监控里，他一把抄起墙角的撬棍，拽着他那个巨婴儿子，气势汹汹地冲出了家门。砰砰砰，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信不信老娘把这破门给你拆了？他儿子张伟也用肩膀狠狠撞击着防盗门。苏雪，识相的就赶紧开门。他们砸得越狠，我吃得越香。他们不知道这扇门后不仅没有人，我需要给他们找点事做，或者说找个送葬人。我擦了擦嘴，转过身，在键盘上输入了一串复杂的指令，登录了那个只有亡命徒才知道的暗网论坛。黑小队的标志在屏幕角落闪烁。我注册了一个新 ID， 发布了一条悬赏，坐标幸福里小区 A 栋302，目标单身女性，囤积大量顶级食材与药品，我只要隔壁301那一家3口的命。我看着监控里还在不知疲倦砸门的张婶，举起酒杯对着屏幕轻碰了一下，加油砸，张婶，你的客人们马上就到了，他们在为最后半包泡面该怎么分而互相指责。张伟饿得双眼发绿，死死盯着我家大门的方向。下午，张伟和他父亲拿着一根撬棍开始暴力撬我的门，门锁被我提前动过手脚，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成功了。当他们看到满屋子整整齐齐的物资时，那副狂喜的嘴脸，张婶更是激动的在屋里手舞足蹈，她像一头饿了3天的猪，贪婪地撕开包装，拼命地往嘴里塞。他们以为他们是这场末日游戏的胜利者，这只是我为他们精心准备的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复仇盛宴的开场哨。我正在安全屋的健身房里进行着严苛的体能训练，汗水
水浸透了我的背心，物资只能让你活下去，而力量才能让你活得有尊严。我一边训练，一边回忆着重生前的一个细节，那是在末日爆发前1周，张伟因为鞋柜的事，气势汹汹地上门来找我麻烦。他堵在我的门口，言语粗俗，甚至试图对我动手动脚。当时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然后侧身让他看到了我身后，书架上摆放了几本专业格斗书籍和墙角立着的沙袋。他愣住了，那股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就在他后退转身的那个瞬间，我以一个极快的动作，假装无意的在他后领上拍了一下，帮他弹掉了不存在的灰尘。一枚比米粒还小的微型追踪器就此附着在了他的衣领内侧。现在我面前的屏幕上，一个红点正在地图上清晰的闪烁，它代表着张伟的位置，也代表着我为他们一家选好的那座移动的坟墓。堡垒的物资储备区，一台巨大的显示器上分割成上百个小画面，这些是我提前布置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隐蔽摄像头，它们是我观察这个新世界的眼睛。我看到 K 小队的军用悍马已经出现在了城西的主干道上，他们开车的风格充满了侵略性，直接撞开挡路的废弃车辆和零星的丧尸，如同一把烧红的刀切开了混乱的城市。带头的是一个光头男人，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嘴角的刀疤，眼神冷得像冰。他就是老 K，前雇佣兵 K 小队的绝对领袖。前世正是他带领的队伍，在我死后不久，同样血洗了这栋楼，抢走了张婶一家，从我这里夺走的所有物资。我为他们安排的剧本稍稍有了一点改动。我端起一杯热咖啡，饶有兴致地看着屏幕。张婶一家正在为一瓶可乐的归属权争吵不休。张婶尖酸的嗓音，即便隔着监控都那么刺耳。她咒骂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说他们是废物。楼道里传来一阵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是军靴踩在地板上整齐划一的脚步。张婶的咒骂声戛然而止，他们脸上的得意和安逸在这一刻凝固，然后碎裂，被一种源自骨髓的恐惧所取代。咚咚咚，那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砸在他们心脏上。门是被一脚踹开的，厚重的防盗门像纸糊的一样向内凹陷变形，然后轰然倒地。老 K 第一个走了进来，他身后的队员呈战术队形散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屋里目瞪口呆的3人。张婶手里的那罐可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棕色的液体流了一地。他那张脸此刻血色尽失，白得像一张纸。张伟更是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物资呢？老 K 的声音沙哑而冰冷，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他环顾四周，看着那些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零食包装，眉头微微皱起。他意识到这里已经被洗劫过了。冰冷的枪口缓缓地对准了张婶的额头。K 小队接管了整个楼层，任何敢于反抗或发出噪音的邻居都被毫不留情地处理掉。走廊很快安静下来，只剩下血腥味在弥漫。张婶一家从楼霸和胜利者在1分钟内沦为了阶下囚，他们被枪托砸倒在地，像牲口一样被捆住了手脚。老大，大部分都是些零食和生活用品，主食和药品很少，水也不多。老 K 的眼神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感觉自己被耍了。他走到张婶面前，用枪管抬起他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脸，告诉我，那个发布情报的人在哪？他只能语无伦次的哭喊，说自己一家人也是受害者，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从302那个死掉的女人的屋子里找到的。老 K 显然不信，他觉得这更像是一场分赃不均的内讧。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张婶一家经历了他们这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地狱。张伟被逼着去清理楼道里的尸体，腥臭的血液和内脏溅了他一身。他一边呕吐一边哭，稍慢一点，背上就会挨上一记狠狠的枪托。张婶和她丈夫则被命令打扫房间，将所有有用的物资重新归类打包。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连个屁都不是。我坐在安全屋舒适的沙发上，看着监控里他们卑贱如狗的样子。真正的折磨才刚刚开始。每天他们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被逼着去楼下搜寻物资，或者被当成诱饵去引开零星的丧尸。张伟的傲气被彻底碾碎了，变成了一个眼神麻木、动作迟缓的行尸走肉。那种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让他几近崩溃。张婶则迅速地适应了他的新角色，用最卑微的姿态去讨好他们，只为能换来一口剩饭。他甚至会主动告密，揭发其他幸存者藏匿的食物。我冷漠地观察着这一切，像看一部超长篇的真人秀一样，欣赏着他们的表演。我看到张婶为了半块饼干和她丈夫打得头破血流，我看到张伟因为藏了一小块巧克力被老 K 的手下吊起来打了个半死。他们一家人之间那点可怜的亲情，在生存的压力下被撕得粉碎，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背叛。这比直接杀了他们要有趣得多。我要的不是他们简单的死亡，我要的是他们精神的彻底崩溃，是他们从内到外的完全的毁灭。我要让他们在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中，为前世对我所做的一切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而现在时机差不多了，是时候给这场戏加一点新的猛料了。K 小队在这个据点待了1周，收获寥寥。老 K 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耗尽，他开始怀疑那个匿名情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恶作剧。这天晚上，他把张伟拖到了天台上，楼下的城市一片死寂，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丧尸的嘶吼。老 K 把手枪顶在张伟的后脑勺上，声音里充满了不耐烦。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那个女人到底在哪儿？张伟吓得浑身发抖，裤裆里传来一阵骚臭，他语无伦次地重复着那套说辞，说苏雪早就死了，被丧尸吃了。老 K 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他扣动了扳机，但枪膛里并没有子弹，只是空洞的咔嗒一声。可这一下却彻底击溃了楼下张婶的心理防线。我说，别杀我儿子！张婶连滚带爬地冲上天台，一把抱住老 K 的大腿，他像一条疯狗，鼻涕眼泪糊了满脸。那个贱人没死，他肯定没死。
老 K 的动作停住了，他饶有兴致地看着脚下这个女人。证据呢？她一个单身女人，疯狂地买那么多东西，门口的血迹就像是故意撒上去的。老 K 的眼睛亮了，一个藏在暗处、拥有巨量物资的大鱼。他一把将张婶从地上拎起来，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找到他，你们就能活。老 K 冷笑着，凶狠地看着张婶一家三个。找不到，那眼神里的杀意，张婶一家正式升级成了猎犬，而他们的狩猎目标是我。我看着监控画面中发生的一切，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终于来了，这正是我计划中的一环，让张婶一家变成精神上的走狗，让他们为了活命拼尽全力的来撕咬我，再让他们在看到希望的最后一刻坠入更深的绝望。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我调出了那个附着在张伟身上的追踪器信号，红点依旧在闪烁。接下来就是一场猎人与猎犬之间的游戏了，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鼻子灵，还是我的陷阱更硬。K 小队改变了策略，他弄来了一台还能用的电脑，开始尝试恢复我在末日前的一些网络活动记录，而张婶则成了他的人形数据库。他平时喜欢去哪啊？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张婶绞尽脑汁地回忆着关于我的一切，他把我平日里随口一提的抱怨都当成了重要的线索，他对我的刻骨仇恨转化为了惊人的记忆力。很快 K 小队就有了第一个重大发现，查到了一笔大额的工业用电缆和太阳能电池板的采购订单，指向了城郊的几个大型工业园区。一个普通的自由撰稿人要这么多工业设备干什么？老 K 看着手里的资料，眼神变得越发贪婪。他建了一个基地，一个真正的末日堡垒。这个结论让整个 K 小队都兴奋了起来，搜索范围被迅速锁定。当天下午，一架经过改装的无人机从天台升空，冰冷的摄像头在废弃的厂房之间搜寻。我的监控屏幕上，一个标识开始闪烁起刺眼的红光。猎犬的鼻子比我想象中还要灵敏。我看着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它正在我所在的工业园上空盘旋。我立刻启动了堡垒的电磁干扰系统，一层无形的屏障瞬间笼罩了整个园区。无人机的图传信号立刻变得充满了雪花和噪点。它很有耐心，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我清晰地看到了 K 小队的悍马车停在了1公里外。车顶上架着一具高倍望远镜，望远镜的后面是老 K 那双冰冷的眼睛，还有他旁边那张充满怨毒和献媚的脸。张婶，我引来的这把刀比我预想的要锋利得多，而且他已经调转方向，对准了我自己。单纯的被动防御已经不够了，我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猎物。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我通过热成像监控看到一队3人组成的小队朝着工业园的围墙悄悄摸了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踉踉跄跄的身影，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绝望。我冷笑一声，手指在控制台的触摸屏上轻轻一点。欢迎来到我的狩猎场。他身后的2名 K 小队成员则保持着高度警惕，手中的枪械随时准备开火。就在他们踏入距离围墙50米范围的瞬间，一声刺耳的高频风鸣毫无征兆地响起，10几盏大功率的探照灯从围墙的各个角落瞬间亮起，将这片区域照得如同白昼，让 K 小队的2人瞬间失去了方向感，捂着耳朵和眼睛痛苦地蹲了下去。他们的夜视仪在这种强度的光照下直接报废。张伟更是被吓得瘫倒在地，一股淡黄色的烟雾从地面的通气孔中喷涌而出，迅速弥漫开来，剧烈的咳嗽声和咒骂声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我站在堡垒顶层的狙击阵位上，透过热成像瞄准镜，我能清晰地看到那3个人。我将枪口对准了其中1名队员手中的突击步枪，我轻轻扣动扳机，噗一声轻响，那名队员手中的步枪瞄准镜应声碎裂。另一名队员的通讯器被精准的击穿，最后我将准星套在了张伟的头顶，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惊恐地抬起头。我在瞄准镜里和他对视了3秒，然后我缓缓地移开了枪口，我打碎了他脚边的一块石头。侦察小队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老 K 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切，他的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他原以为自己是猎人，对方是藏着宝藏的肥羊，自己可能一头撞进了一头史前巨兽的巢穴。老 K 的眼神里贪婪之中多了一丝疯狂的战意。张婶在听完儿子带着哭腔的描述后，对我的恐惧已经攀升到了顶点。他意识到他招惹的根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魔鬼。接下来的几天，工业园外异常的安静。K 小队没有再进行任何试探性的攻击，他们只是在远处建立了临时的据点，像一群耐心的狼，死死地盯着这块肥肉。我知道他们在调整战术，也在评估我的实力，而我则利用这段宝贵的和平时期，继续完善我的防御体系。我将更多的移动摄像头布置在了园区的外围，我甚至改装了几架小型无人机，让他们成为了我的空中哨兵。整个工业园被我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死亡迷宫，任何一个角落都在我的监控之下，任何一个入侵者都将无所遁形。主动权已经回到了我的手上。硬闯失败后，老 K 开始玩起了心理战。一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被架设在了他们的车顶上，张婶那尖锐而刻薄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工业园。苏雪，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就滚出来！你以为躲在里面就安全了吗？我告诉你，我们迟早会攻进去。你这个贱人，抢了我们家的房子，还害我们。他把我前世的恶行添油加醋地编排了一遍，仿佛他才是那个受害者。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激怒我，让我失去冷静，或者通过疲劳轰炸来瓦解我的意志。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我戴上降噪耳机，把他们的噪音隔绝在外，然后我打开了声音分析软件。
我根本不在乎张婶在骂什么，我在利用她的声音，通过回声和传播路径的计算，来精准的定位他们每一个明哨和暗哨的位置。张婶每多骂一句，我的战术地图上就多了一个精确的坐标点。1个小时后 ，K 小队在方圆1公里内的所有人员部署被我摸得一清二楚，我甚至能通过声音的细微差别判断出哪个人在打瞌睡。我冷笑一声，接入了他们的通讯频道。我只是将一段诡异的童谣和几声丧尸最凄厉的嘶吼混合在一起，循环播放了进去。很快，我从监控里看到他们那边起了一阵小小的骚乱。我的反击显然激怒了老 K， 他的耐心正在一点点被磨掉。第7天，他终于祭出了他的毒计。我通过无人机的高空视角看到 K 小队开着他们的悍马车，在工业园数公里外故意制造出巨大的响动，吸引了一股数量约有上百只的小型尸潮。然后，他们像牧羊人一样，将这股尸潮缓缓地朝着我的工业园驱赶过来。更让我眼神冰冷的是，尸潮的前面有10几个被绳子捆在一起的幸存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哭喊着，挣扎着，被 K 小队成员用枪逼着，一步步走向我的围墙，人肉盾牌，消耗我的弹药，考验我的底线。老 K， 你果然够狠！尸潮撞上了工业园的外墙，腐烂的手臂疯狂地拍打着冰冷的钢铁围墙。那些被当成盾牌的幸存者则绝望地哭喊着：“开门啊！求求你，让我们进去，救救我们！我们不想死！”老 K 就站在远处的高地上，举着望远镜，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在等我做出选择：是开门救人，让尸潮涌入，防线崩溃，还是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这些无辜者被撕碎？这是一个阳谋，一个血淋淋的、毫无人性的阳谋。我站在监控墙前，脸色平静，但眼神已经冷得可以冻结一切。我没有开门。前世的经历告诉我，任何在末日里泛滥的圣母心，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但我也没有见死不救。我启动了外墙的声波驱逐系统，一阵人耳无法听见的次声波，以围墙为中心，那些疯狂撞击围墙的丧尸，像是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动作瞬间变得迟缓而混乱，开始漫无目的的四散走开。尸潮的威胁被暂时解除了，但那些幸存者依然被困在墙外。K 小队的枪口依旧对准着他们。我深吸一口气，知道单纯的防守已经走到了尽头，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这座堡垒真正的獠牙了。我接通了对外的广播系统，老 K， 给你1分钟，放了那些人，然后滚。我的声音回荡在死寂的工业园上空。老 K 显然被我的举动惊了一下，他在望远镜里疯狂地寻找着我的位置，藏头露尾的鼠辈。打开你的大门，让我们进去谈谈。我笑了，看来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的手指按下了第一个红色的按钮，一座伪装成水塔的建筑顶部的盖板划开，一挺双联装的 12.7 毫米口径重机枪缓缓升起，冰冷的枪口自动锁定了远处的一辆卡车。那辆车停在据点的边缘，旁边没有人。目标锁定，是否开火？开火！火舌喷吐，炽热的弹链如同一条死亡的鞭子，子弹轻易地撕开了卡车的铁皮，油箱被瞬间引爆。轰！一团巨大的火球冲天而起，剧烈的爆炸让整个大地都为之震颤。远处的老 K 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瞳孔骤然收缩。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力展示给镇住了。K 小队的成员们惊慌地寻找着掩体，那些被当成人质的幸存者更是吓得瘫软在地，就连张婶也忘了继续哭喊，只是张着嘴，呆呆地看着那团燃烧的火焰。重机枪，自动化的哨塔。老 K 的脸色第一次变得有些苍白，他意识到自己这次可能真的踢到了一块无法撼动的钢板。他那颗被贪婪和疯狂占据的大脑终于有了一丝清醒。撤退 ！K 小队的成员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上了车。悍马车发出一声轰鸣，仓皇的掉头。张婶一家也被慌乱的拖上了车。临走前，张婶回头怨毒的看了一眼工业园的方向。我看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没有再开火，目的已经达到。但我知道事情绝不会这么轻易结束。老 K 这样的人，要么被彻底摧毁，要么就会像一条受伤的毒蛇，躲在暗处，等待着下一次更致命的攻击。他的贪婪已经被一种偏执的猎人的执念所取代，他一定会回来。我用一座全自动重机枪哨塔打退了城里最凶悍的拾荒队，但我知道这根本不是结束。一次火力展示带来的恐惧，只会像汽油一样点燃他心中更疯狂的贪婪。我的堡垒就是他眼中那块镶着钻石的必须吞下的肥肉。见识过我的力量后，他绝不会再进行任何愚蠢的强攻，他会像一条最阴狠的毒蛇，潜伏在暗处，观察我，分析我。单纯的防守只会让我陷入被动，最终在无休止的消耗战中被拖垮。所以我必须改变策略。既然你在寻找破绽，那我就亲手制造一个给你。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通往地狱的入口。我调出了整个工业园的建筑结构图和防御系统布局图，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缓缓划过，最终停留在了园区西侧一个废弃的地下冷库入口处，这里将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这场狩猎游戏从现在开始由我来制定规则。我看着监控里那辆远去的悍马车在数公里外停下，并没有离开，而是选择了一处废弃的加油站作为新的临时据点。K 小队果然没有走，他们龟缩在新的据点里，像一群被惊扰过的狼，用更加警惕和贪婪的目光窥视着我的领地。老 K 的恐惧在短暂的冲击后，迅速转化为了某种病态的执念。拥有如此强大火力的堡垒里，究竟藏着多么惊人的财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工业园外围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他们不再有任何挑衅行为，甚至连无人机侦察都停止了。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通过高倍摄像头能清晰地看到张婶一家在据点里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奴隶，老 K 甚至给了他们一些食物，因为现在他们是唯一能为老 K 提供情报的专家。张婶那张刻薄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了某种神采，一种夹杂着怨毒和讨好的复杂神情。他一定在绞尽脑汁地向老 K 描绘着我的弱点。我开始了我的表演。我故意启动了那座重机枪哨塔，对着远处几只游荡的丧尸进行了一次拙劣的射击，弹道飘忽不定，原本几发子弹就能解决的目标，我足足打空了半条弹链。这在任何一个专业人士眼中都是弹药即将耗尽，不得不节省使用的典型表现。做完这一切，我将哨塔收回，让它重新伪装成水塔的样子。我知道老 K 的望远镜一定1秒都没有离开过那个方向，他会把这个细节牢牢记在心里。这是我抛出的第一个诱饵，一个关于我已是强弩之末的小小的暗示。果然，当天晚上我布置在他们据点附近的一个微型窃听器，就捕捉到了老 K 和手下的对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他在和手下分析我的弹药储备可能已经进入了警戒线。第二天，我进行了第2场表演。我控制着一架小型无人机飞出了园区，但飞行的轨迹笨拙而摇晃，但很快就因为操作失误撞在了一栋废弃大楼的墙壁上，冒着黑烟掉了下去。他在告诉老 K， 我的技术能力有限，我的空中优势并不牢固。张婶的声音适时的在窃听器里响起，她用一种极其肯定的语气向老 K 保证，我就是一个懂点皮毛的宅女，之前的一切都只是运气好。她的愚蠢和偏见成了我最好的掩护。老 K 的疑心正在被这些精心设计的破绽一点点打消，他开始相信我只是一个偶然获得了强大装备，但本身却不堪一击的幸运儿。猎物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味可口。连续1周，我都在重复着类似的表演，时而浪费弹药，时而暴露堡垒的监控死角，时而无意中泄露我的生活作息规律。我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外强中干的困兽。K 小队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在我周围盘旋的圈子越来越小，他们的侦察兵开始在更近的距离出现，他们的无人机更大胆地掠过我的园区上空。张婶一家更是被推到了最前线。张伟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但张婶的眼中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坚信我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这一切都通过监控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商量着攻破堡垒后该如何处置我，为了让这场戏演得逼真，我可是下了血本，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一行指令，整个工业园西侧的电力系统瞬间瘫痪，闪烁着红色警示灯的高压电网彻底暗了下去，所有的监控探头也像垂死的眼睛一样熄灭。我让备用发电机的启动程序延迟了10分钟，并且在最后以启动失败告终。黑暗如同潮水一般吞没了工业园最脆弱的一角。我通过依然在隐秘运作的热成像摄像头死死地盯着废弃加油站的方向，果然那里的灯光晃动了起来。老 K 那个老狐狸此时此刻一定正举着望远镜，贪婪地注视着这片突然降临的黑暗。他以为这是上帝给他开的一扇窗，殊不知这是通往地狱的电梯井。监控画面里，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开始轰鸣，车灯在夜色中划出一道道惨白的光柱。但我没有急着高兴，因为我知道老 K 这种在刀尖上舔血的人不会轻易相信天上掉馅饼，还得给他加最后一把火。我打开了一台老式的短波电台，调到了一个开放的公共频道。我知道老 K 的队伍里有专人负责监听这个频段。我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下呼吸。该死，怎么回事？西区的备用电源为什么启动不了？现在那边全是盲区，要是有人闯进来怎么办？快去修，不管用什么办法，天亮之前必须修好，不然我们都得完蛋。我对着麦克风歇斯底里地吼叫着，甚至故意摔了一个杯子。表演结束后，我迅速切断了信号，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赌徒瘫软在椅子上。我盯着那个微型窃听器的信号反馈，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加油站那边的车队就开始集结了，成了压垮老 K 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再犹豫，不再试探，因为他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看到了那张熟悉的令作呕的脸，张婶。老 K 把张婶叫到了头车上，指着工业园西侧那片漆黑的区域。窃听器里传来了张婶激动的声音：大哥，您放心，那边以前是个冷库入口，咱们就能直捣黄龙。他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但他那信誓旦旦的语气却恰好印证了我的布局。老 K 显然很满意他的回答，甚至还许诺事成之后把我也赏给他们家那个废物儿子张伟处置。张伟那个怂包竟然也来了精神，在旁边发出了一阵猥琐的笑声。这一家子死到临头了，还在做着欺男霸女的美梦。我看着屏幕上那几个不断靠近的红点，轻轻摇晃着手里的红酒杯。既然你们这么想进那个冷库，那我就成全你们，只希望里面的温度能让你们那发热的头脑好好冷静一下。夜色浓重的像化不开的墨。K 小队的车队在距离园区1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全员下车步行。他们穿着黑色的战术背心，手里端着自动步枪，动作轻盈而专业。打头阵的正是张婶一家3口，他手里拿着把手电筒，光柱乱晃，完全不顾及隐蔽性。那副狐假虎威的模样简直可笑到了极点。老 K 跟在后面，眉头紧锁，显然对张婶的业余很不满，但他没有发作，因为还需要这个蠢女人去探雷。他们很快就摸到了西侧的围墙下，这里是我特意留出的缺口，电网看起来完好无损，实际上早已断电。张婶为了邀功，竟然直接伸手去抓，后面的老 K 吓了一跳，刚想阻止，张婶毫发无损的把铁丝网扯开了一个大洞。大哥，你看，我就说没电了吧。老 K 眼中的疑虑终于彻底消散。K 小队的成员们兴奋的呼吸都粗重了起来，他们争先恐后的从那个缺口钻了进来。
我没有启动任何备用防御，我要让他们觉得这里就是一个不设防的金库。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杂草丛生的水泥路，直通那个半掩着的地下入口。张婶一马当先，指着那个黑洞洞的入口大喊。老 K 挥了挥手，示意队伍散开。他那双紧紧盯着入口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他。他太渴望那些物资了，这半个月的消耗，我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那个足以吞噬一切的深渊，手指轻轻搭在了控制台那个红色的按钮上，心跳开始随着他们的脚步声加速，不是紧张，而是那种极致的愉悦。快点，再快点！张婶现在的感觉，一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她幻想着一定要把我也关进狗笼子里。她带着这种快感，第一个冲进了那条通往地下的斜坡隧道。隧道里很黑，只有应急指示灯发出幽幽的绿光，将众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是一群扭曲的鬼魂。但这在他们闻起来却是财富的味道。老 K 依然保持着最后的警惕，命令2名队员先下去探路。那2名队员小心翼翼地走了下去，对讲机里就传来了他们压抑不住的惊呼声：“老大，快下来，全是好东西！这是整箱的抗生素，还有牛肉罐头。”听到这话，老 K 最后的一丝理智瞬间崩断，他大手一挥，带着剩下的人一窝蜂地涌了进去。张伟和他爸更是跑得比兔子还快。监控画面里，这群人就像是一群争食的苍蝇，不知死活地钻进了捕蝇草的笼子里。我看着最后一名负责断后的队员也跨进了隧道的大门，嘴角的笑意终于彻底绽放。全员入瓮，一个都没少。隧道里的那些物资箱当然是我故意放的，他们在隧道里撕扯着包装箱，往自己的背包里狂塞东西，那副丑陋的嘴脸简直令人作呕。老 K 虽然也在装东西，但他的目光却看向了更深处，那扇半开着的通往主冷库的厚重金属门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别捡了，这点东西算什么？大头在里面。老 K 踹了身边的一个手下一脚，吼道。众人如梦初醒，纷纷丢下手里的散碎物资，红着眼睛冲向了那扇金属门。张婶一家更是冲在最前面，张伟甚至因为跑得太急摔了个狗吃屎，但他连滚带爬的起来继续冲。他们穿过了那道厚达半米的隔温层，进入了那个巨大的地下空间。这里曾经是用来储存数千吨肉类的超级冷库，空旷巨大，回声阵阵。他们举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扫射，试图寻找那堆积如山的物资。可是光柱扫过之处，只有空荡荡的水泥地和那一根根冰冷的承重柱。怎么回事？东西呢？老 K 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几十道手电光束疯狂地乱晃，把整个大厅照得光怪陆离，除了灰尘还是灰尘。别说物资了，连只耗子都没有。张婶傻眼了，她转着圈地看，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啊，那个小贱人把东西藏哪儿去了？老 K 猛地转过身，一把揪住张婶的衣领，那眼神凶狠的像要吃人。你不是说东西都在这儿吗？耍我！张婶吓得浑身哆嗦，脸色惨白。我不知道啊，大哥，肯定是他藏起来了，这里肯定有暗格。我轻轻按下了那个按钮，轰隆隆，所有人都惊恐地回头，那扇重达10几吨的液压铅钢大门正在缓缓落下。快跑，门要关了！像一头猎豹一样冲向门口，其他人也反应过来，发了疯一样往回跑。张伟跑得慢，被后面的人推倒在地，被人踩了好几脚，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咚！大门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激起一片尘土，最后的一丝外界光亮被彻底隔绝，整个冷库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黑暗和寂静。有人疯狂地拍打着那扇冰冷的铁门，有人举起枪对着门锁位置疯狂扫射，火星四溅，子弹打在特种钢板上被弹飞，甚至误伤了自己人。开门，给我开门！有埋伏，我们中计了！我静静地欣赏了一会儿他们的歇斯底里，只剩下绝望的喘息声时，我才慢悠悠地开启了冷库的照明系统。几排惨白的大功率 LED 灯瞬间亮起，看到的不再是黑暗，而是更加恐怖的景象。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以及高压喷淋头正居高临下的对准了这群瓮中之鳖。一个扩音器里传出了我经过变声处理的：各位，欢迎光临我的私人冷藏室，别费力气了，那扇门是为了防核爆设计的，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冷库角落里的制冷压缩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轰鸣，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寒气开始从通风口缓缓涌入，原本就阴冷的空气温度开始直线下降。老 K 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终于明白，我给他们准备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一场缓慢而残忍的冻刑。寒气像无数把看不见的冰刀，疯狂地切割着每一个人的皮肤。冷库内的温度表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跌，短短几分钟内就已经降到了-10度，而且还在持续下降。浑身燥热的众人此刻已经开始不受控制的打摆子，呼出的热气瞬间变成了白雾。老 K 毕竟是亡命徒，他反应最快，端起枪对着天花板上的通风口和喷淋头就是一通疯狂扫射，试图打烂这些制造寒冷的源头。可惜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手，所有的关键设备外面都加装了防弹格栅，子弹打在上面，除了溅起几朵火星，根本伤不到分毫。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开火，一时间枪声大作，但这更像是绝望的宣泄，毫无章法。张婶一家更是缩在角落里，抱成一团瑟瑟发抖。那几件从我这抢走的羽绒服根本挡不住这种工业级的急速冷冻。就在他们换弹夹的间隙，大厅四周墙壁上的那些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动了，随着一阵细微的电机转动声，早已预热完毕的自动防御炮台锁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所有人，而是那几个手里拿着重武器的 K 小队成员。极为短促而精准的点射声响起，
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眉心就爆出了一团血花，紧接着是那个抱着轻机枪的家伙，让原本就混乱的人群瞬间炸了锅。老 K 吓得立刻丢掉了手里的突击步枪，连滚带爬的躲到了一根承重柱后面，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制冷机低沉的轰鸣声。红色的激光瞄准点像幽灵的眼睛一样死死地粘在他们身上。老 K 咬着牙，从怀里掏出了那个他一直舍不得用的 C4 炸药包，眼神里闪过一丝疯狂的决绝，啰嗦嗦地将炸药包设定好引爆时间，然后趁着炮台转动的间隙，猛地将其滑向了那扇厚重的液压大门。都趴下，炸死这个婊子！老 K 嘶吼着，死死地捂住了耳朵，脸上露出了孤注一掷的狞笑。我也屏住了呼吸，虽然对防爆门有信心，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倒计时归零，预想中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并没有响起，只有一声像放屁一样的噗声。老 K 的狞笑僵在了脸上，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进入冷库的那一刻，我就抽干了门附近的氧气，并注入了大量的惰性阻燃气体。绝望在这一刻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看着他们脸上那如像烤笔的表情，我知道火候到了，我要让他们从内部开始瓦解，在自相残杀中体验地狱。我按下了控制台上的一个蓝色按钮，两道厚重的钢化玻璃隔断墙突然从地下升起，将原本挤在一起的人群硬生生地分割成了两半，另一边则是张婶一家三口，一边是老 K 和他残存的手下，另一边则是张婶一家三口。广播里再次传来了我的声音，带着恶魔般的诱惑。物资是有限的，空气也是有限的，我不喜欢太吵闹的客人，所以你们两边只能活一边。你带来的向导把你带进了死路，你难道就不想跟他们算算账吗？杀了他们，我或许可以考虑打开一扇生门。老 K 猛地转过头，隔着玻璃墙死死地盯着张婶一家，留下了一个通往深处迷宫的缺口。随着一声清脆的提示音，老 K 那边的玻璃门缓缓打开。跑，快跑啊！连滚带爬地钻进了那个缺口。老 K 捡起一把匕首，那是唯一没有被炮台锁定的冷兵器，带着手下像饿狼一样扑了过去，抓住他们，把这三个骗子碎尸万段。在我的地下迷宫里正式拉开帷幕，张婶一家慌不择路，在错综复杂的通道里疯狂逃窜。我不时地通过控制开关门调整着他们的逃跑路线，像赶羊一样将他们一点点分开。张伟那个废物很快就因为体力不支掉队了，他在一个岔路口被我故意误导，跑向了另一条死胡同。看着张伟那踉踉跄跄的背影，我摸了摸自己的腰侧，仿佛还能感觉到前世被他那一脚踹下去的剧痛。张伟喘着粗气，一头撞进了一个房间，四面八方全是镜子的房间，无数个满脸恐惧、鼻涕横流的自己，只有地上的应急灯发出幽幽的蓝光，经过镜子的无数次折射，显得诡异而迷离。他惊恐地转着圈，试图找到出口，每一次伸手摸到的都是冰冷的镜面，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不管不顾地向着一个看起来像是通道的方向冲去。砰！他狠狠地撞在了一面镜子上，额头瞬间磕出了血，血迹印在镜面上，缓缓流下。巨大的恐慌让他开始歇斯底里的吼叫，挥舞着拳头砸向周围的镜子，镜片碎裂的声音清脆悦耳，无数个破碎的影像在他眼前晃动，而是铺满了一层黑色的吸光材料。他再一次抬起脚想要逃离，他的脚落下时触发了一声金属闭合声，咔嚓，那是重型捕兽夹猛然咬合的声音，带着足以夹碎骨头的恐怖力量。一声凄厉到变调的惨叫瞬间穿透了整个迷宫。张伟的右小腿被死死地卡在两排锯齿状的铁齿之间，鲜血瞬间飙射而出，溅得周围的镜子上全是斑驳的红点。他疼得在地上疯狂打滚，越挣扎锯齿就咬得越深。镜子迷宫忠实的记录并复制了他的痛苦。我坐在监控室里看着这一幕，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前世他在踹我下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看着我的吗？而现在他终于体会到了那种绝望，他的另一只脚在乱蹬中触动了旁边的一根极细的钢丝，头顶上方一个巨大的玻璃罐子晃动了一下，而是浓缩后的高纯度辣椒水。随着钢丝被崩断，罐子倾覆而下，橘红色的液体像瀑布一样精准地浇在了张伟的身上，灌进了他因为惨叫而张大的嘴里，流进了他因为惊恐而瞪大的眼睛里。惨叫声瞬间变成了含糊不清的呜咽，让他整个人像一只被扔进油锅的大虾，疯狂地抽搐着，皮肤因为辣椒水的刺激而变得通红肿胀，眼泪鼻涕混合着鲜血糊了一脸，剧烈的疼痛又强行让他保持着清醒。我要让他在这无尽的折磨中慢慢回味他曾经造下的孽。与此同时，老 K 并没有理会这边的惨叫，利用手下当人肉盾牌触发了几个机关，竟然真的让他摸到了迷宫的核心区域。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扇标注着控制室的大门，老 K 浑身是血，那是他手下的血，也是他自己的血。一路闯过来，他身边的人已经死光了，但他眼里的贪婪光芒却越发炽烈。那扇门看起来并不厚重，甚至有些单薄。他咆哮着，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像一头濒死的野兽，狠狠地撞向那扇门。门后也不是什么控制室，而是一条狭长而封闭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面巨大的防弹玻璃墙。我就站在玻璃墙的那一边，手里端着一杯还在冒着热气的咖啡，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老 K 愣住了，他疯狂地扑向玻璃墙，用拳头砸，甚至用牙齿咬。我放下咖啡杯，拿起麦克风，对着他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老 K， 你知道贪婪的温度是多少吗？我的手指按下了控制台上的按钮，走廊两侧的隐藏喷嘴瞬间开启，一股极度寒冷的白雾瞬间充满。他保持着那个扑向玻璃的姿势，眼里的疯狂和贪婪在瞬间凝固，眉毛和胡须上瞬间挂满了冰霜。
变成了一座栩栩如生的冰雕，只有那个张大嘴巴的表情被定格。我轻轻敲了敲面前的防弹玻璃，没有实力支撑的贪婪只会成为墓碑。我的目光重新投向了迷宫的深处，还有2个漏网之鱼正躲在角落里，那是张婶和她的丈夫。老 K 那座冰雕静静地矗立在走廊尽头，像是一个荒诞的现代艺术品。但这还不是最终的谢幕，迷宫深处还有2只老鼠在乱窜，2人抱成一团，牙齿打战。我不想跟他们玩捉迷藏了，夜深了，这场闹剧该收场了。我手指在触控屏上滑动，关闭了配电间附近所有的照明灯，只留下一条通往冷库最深处的应急通道灯光。黑暗瞬间吞噬了他们。张婶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求生欲会驱使他们像趋光的飞蛾一样，顺着我给出的路线爬过来。监控画面里出现了2个踉踉跄跄的身影，他们互相搀扶着，一步3回头，脸上写满了对黑暗的恐惧。光亮尽头等待他们的比黑暗更可怕。他们顺着灯光跌跌撞撞地跑进了镜子迷宫的边缘，那里躺着一坨烂肉，正是他们的宝贝儿子张伟。此时的张伟已经只有出的气没进的气了，断腿处的血流了一地，把周围的镜子都染成了诡异的红色。小伟，我的儿啊！发出了一声杜鹃啼血般的哀嚎，扑过去抱住那个血葫芦。她丈夫也在旁边抹眼泪，试图把张伟那个被捕兽夹咬住的腿拽出来。可惜那是工业级的合金夹，没有专用工具根本打不开。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按下了广播键，声音冷漠的没有一丝温度。通往核心区的闸门还有30秒关闭，留在迷宫里的人会在10秒后享受一次全覆盖的液氮洗礼。倒计时开始，红色的警报灯疯狂闪烁。张婶愣住了，她看看地上的儿子，又看看那扇正在缓缓下降的生门。妈，救我！张伟虚弱地伸出手，想要抓住母亲的裤脚，但张婶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猛地缩回了腿。她脸上那慈母的表情瞬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濒死的疯狂和决绝。老头子，快走，来不及了！头也不回地冲向了那扇即将关闭的闸门。仿佛地上躺着的不是他宠溺了20年的儿子，而是一袋垃圾。张伟的手僵在半空，眼里的光彩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怨毒。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闸门重重落下，将那一世的血腥和绝望隔绝在身后，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他们以为自己逃出来了，殊不知他们只是从油锅跳进了火坑。他们抬起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形空间，而正前方是一面巨大无比的单向防弹玻璃。玻璃墙的那一头灯火通明，温暖如春。我就坐在那张舒适的人体工学椅上，手里端着一杯还在冒着热气的拿铁，脚边趴着我那只在末世里依然胖了一圈的布偶猫。这种天堂与地狱的强烈反差，让玻璃墙外的2人瞬间石化。他们灰头土脸，浑身散发着恶臭和血腥味。张婶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瞳孔剧烈收缩，仿佛见到了鬼。她终于认出了我，苏雪，是你这个小贱人。他那张刻薄的脸迅速扭曲，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整个人扑到玻璃上，拼命地拍打着。小苏啊，我是你张婶啊，咱们是邻居啊，外面太冷了，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玻璃被他拍得震天响，留下一道道污浊的血手印。我放下手里的咖啡杯，轻轻抚摸着猫咪柔顺的毛发，连眼皮都没有弹一下。这种廉价的演技，我在前世已经看够了。我打开了双向对讲系统，清脆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外面。张婶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0分钟前你还在给那个雇佣兵带路，要把我从这里拖出去喂丧尸，怎么这么快就失忆了？张婶的表情僵在脸上，但她也是个老戏骨了，立马开始扇自己耳光。是我猪油蒙了心，是被那个杀千刀的老 K 逼的啊！小苏，你心地最善良了，咱们好歹做了5年邻居。她跪在地上，把头磕得砰砰响，她丈夫也在旁边唯唯诺诺的附和。看着他们这副卑微到了尘埃里的样子，我心里却没有一丝波澜，只有深深的厌恶。前世我也是这样跪在地上求他们的，善良。我重复着这个词，嘴角勾起一抹讽刺的弧度。我站起身，走到玻璃墙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对丑陋的夫妻。如果现在外面全是丧尸，而我只有一口吃的，正跪在你家门口，求你开门，你会开吗？张婶愣了一下，眼神闪烁，随即信誓旦旦地举起手发誓，会，肯定会。婶子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咱们是一家人啊！谎言，赤裸裸的谎言。就在前世的那个夜晚，他隔着那扇防盗门，用最恶毒的语言嘲笑我的天真，然后亲手切断了我最后的生路。那种被背叛的彻骨寒意依然让我浑身发冷。我不需要他的忏悔，因为鳄鱼的眼泪一文不值。我看着他那张满是褶子的脸，缓缓摇了摇头。可惜我不信。我的手按下了控制台上那个画着骷髅头的红色按钮，轰隆隆，一阵沉闷的机械运作声从他们身后的墙壁传来。原本严丝合缝的墙体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露出了外面那个漆黑的世界。那是一个排污口，直通工业园外面的护城河。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瞬间灌进了这个封闭的空间，吹得张婶2人东倒西歪。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随着墙壁的打开，那令人作呕的腐臭味以及那熟悉而密集的嘶吼声也随之涌入。那是丧尸群的声音，他们就在外面，就在那道门后面，饥肠辘辘地等待着。张婶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她惊恐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黑洞洞的出口，又发疯一样地扑向我这边的玻璃墙。苏雪，你干什么？快关上，快关上啊！你想杀人吗？杀人是犯法的。死到临头，他竟然开始跟我讲法律。我看着他那张因恐惧而扭曲变形的脸，淡淡的回了一句：牺牲你们2个，幸福我一人。这可是你教我的道理，张婶。
墙壁并没有完全打开，而是像活塞一样开始缓缓地向内推进。那是工业级的垃圾推送装置，将它们一点点推向那个通往地狱的出口。生存的空间在不断压缩，从5米到3米，再到1米。寒风凛冽，丧尸的咆哮声近在咫尺，甚至能看到几只腐烂的手臂已经伸进了排污口的边缘。恐惧彻底击穿了人性的最后底线。别挤我，你个死老太婆，滚开！一直沉默寡言的丈夫突然爆发了。他一把推开趴在他身上的张婶，试图抢占那个离出口最远的角落。张婶猝不及防，被推了个踉跄，差点摔进那堆腐烂的手臂里。她尖叫着爬起来，眼里的恐惧瞬间变成了疯狂的怨毒。你敢推我？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要不是为了你和那个废物儿子，老娘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两人扭打在了一起，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还要踩着对方的身体往上飞。推送板还在无情的逼近，此时的空间已经容不下2个人并排站立了，必须有一个人先下去，另一个人才能多活几秒。张婶的丈夫毕竟是男人，力气大，他掐住张婶的脖子，面目狰狞的想要把她推向那个满是丧尸的缺口。你去死吧，你死了我就能活。张婶被掐得直翻白眼，双手在空中乱抓，指甲深深地嵌入了丈夫的手臂里。就在她即将被推出去的一瞬间，她摸到了腰间的一把螺丝刀，那是之前在维修间顺手拿的。求生的本能让她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她猛地扬起手，将螺丝刀狠狠地扎进了丈夫的眼窝，噗呲，鲜血飞溅。丈夫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捂着眼睛松开了手。张婶趁机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下去吧你！丈夫惨叫着向后倒去，直接摔出了排污口。丧尸们像是闻到了腥味的鲨鱼，一拥而上，将那个还在挣扎的男人瞬间淹没。张婶背靠着推送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脸上沾满了丈夫的血，眼神里却闪烁着一种病态的狂喜。她转过头，隔着玻璃墙冲我露出了一个瘆人的笑容。小苏，你看，只剩我一个了。我看着这个已经彻底丧失人性的怪物，轻轻叹了口气。他以为这就是结束吗？太天真了。我伸手关掉了推送板的电源，但同时开启了清洗喷淋系统。一股巨大的高压水柱从他头顶的喷头里猛然喷出，张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在那股巨大的冲击力下，他根本站立不稳，被直接冲出了那个他拼命想要远离的出口。最后的惨叫声只持续了2秒，便被狮群兴奋的嘶吼声彻底掩盖。世界终于清静了。